长，他们不经我同意就想卖了多多，这是我家四叔写的卖身契，这手印是老头按的。杨若初把卖身契交到了村长面前。村长，这读书人贩卖他人子女是不能再参加科考的，他们这么做是想给村里抹黑呀。以后谁不知咱们村的读书人干这下黑心事啊？读书人都那样，那其他人呢？外面的人又会怎么想？你！杨老头气到嘴歪，伸手想去夺卖身契。村长一眼瞪过去，杨叔，这字我认得。一句话，杨老头就怂了。他千算万算，也没算到杨若初不但没死成，还像是换了个人一样，变得这么鬼精。村长看向杨若初，眉头紧皱，他不喜欢杨若初。消失几年，突然带着个拖油瓶回来了，后来又不守妇道，爬那地主儿子家的床，现在还闹得满村风雨，全村就杨老四一个童生，这是村里的脸面，自然是不能丢的。你们都散了吧，别围着了。人散尽，杨老头指着杨若初就骂：小贱蹄子，你好狠的心呐！你居然要害了你四叔！有你狠吗？你还想卖了我儿子呢？你爬上方公子的床，丢我杨家的脸，我没压着你去进猪笼就是便宜你了，你还敢？想我不丢你们的脸面，那就分家。分家？对，分家，断绝关系。以后桥归桥，路归路，我做什么也就不会丢你们的脸面了。杨若初掷地有声地重复一遍，顺手拿过村长手中的卖身契。如果不分家，我就拿着卖身契去书院。你！杨老大夫妇走过来，连忙劝道：若初，你别这样，你一个女人家带着一个孩子，你分了家哪能……呸！想分家，门儿都没有！赖氏指着杨若初：一个赔钱货，有什么资格分家？对，他没资格分我杨家的东西。这个呢？杨若初扬了扬手中的卖身契。要不我找书院那边问问？你究竟想怎样？分家，我们孤儿寡母的不分点东西，我们怎么活啊？如果我活不下去了，他们也别想活得畅快。分给他吧，再闹下去没你们的好处。杨若初朝杨家老四看去，这前主四叔刚才摔得难看，现在又一身清爽出来，明显是收拾过，也换了套衣服，这文质彬彬的样子倒是十足的书生气。杨念祖朝村长作揖行礼：村长，这样分家不合礼数，我这大侄女她是想让村长被人戳脊梁骨呀，这话怎么讲？杨念祖指着杨若初手中的卖身契：那不是我写的，所以凭什么分家给他？那野孩子抱着慕如风喊爹，这个大家都是看见的。他不是野孩子。慕如风冷声道。多余和杨若初全部震惊了。是啊，他从现在开始不是野孩子了，他是你的儿子。多余怕他说不是，连忙往他脖颈间蹭了蹭：爹，你别再不要多余了，多余力气大，会干活，吃得少，还听话。可怜巴巴的语气像是一只怕被主人丢了的小奶狗。村长，这母子二人既然跟他有关系，那又有什么理由分我们的家？还有杨若初姓杨，跟着他不明不白就生了儿子，他怎么也得给我们杨家下聘，给礼金吧？哦对，下聘给礼金。杨老头一下子又神气了起来：给礼金？呸，毛线都不给！你们不问我们二人，偷偷摸摸要卖我儿子，我们这就上官府告你。